各位好，我叫 Joe，我现在是 Google 硅谷总部的一个产品经理。那作为一个中国人，在 Google 里面，全球也大概只有30个中国人的产品经理，所以我深感非常幸运能够成为其中的一份子。那我开这个频道呢，主要是想给大家做一些分享。那分享的内容呢，就包括比如说硅谷的文化、企业管理、产品经理、产品管理、个人成长等等相关的话题。那我一开始呢，会从这个硅谷的产品经理讲起，然后逐渐的把这个话题呢，然后拓展开去。那如果你对这些话题感兴趣呢，请你点击订阅按钮，不要错过我们频道的节目。那作为频道的第一期节目我想大家肯定有一个疑问，这个人他到底是谁？所以今天呢，第一期节目呢，我就给大家解决3个哲学问题，就是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，我要到哪里去。我在 Google 做产品经理呢，已经快6年了。那先后做过广告产品、企业软件，也做过消费者的产品。那很多人都问我说：“哎，你是怎么去 Google 做产品经理的？是不是非常的一帆风顺呢？”那其实是完全不是这样。那我的人生走了非常多的弯路，所以今天呢，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那这个时间要拨回到很久很久以前。那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呢，我是一个理科班的学生，然后呢，我是一个所谓的中二宅男，我非常喜欢动漫，非常喜欢游戏，非常喜欢游戏。那个时候很喜欢游戏，包括实况足球，包括樱花大战等等之类的。那当时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呢，当时非常流行的理科班的志愿呢是报通信工程。但是呢，我仔细比对了一下通信工程和计算机2个专业的课程，我发现我还是比较喜欢计算机专业。我觉得，似乎跟我想做的事情比较接近。总想说以后有机会呢，能够做一个自己的游戏，或者是动画，那就酷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当时我就去报了计算机这个专业，后来我就录取加入了华科的计算机系。但是我入学之后，马上就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什么转折点呢？那我在高中的时候只是一个宅男，喜欢学习，喜欢理工。那么在我们读大学的第1个月，我就成为了我们班的班长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呢，我们刚刚开始入学的时候有一个军训的过程。那军训的过程呢，每个班要选一个班长，要做一个班长。但由于大家都互相不认识，所以不知道应该选谁来做这个班长。然后呢，就有一个同学说，就他吧，他个儿高。这里插播一个信息就我是一个身高190公分的大块头。他说，哎，那人身高190，让他吧。于是我就成为了我们班的班长。那其实我并不是很擅长做班长的那个时候，因为我高中并没有做过学生干部。那也就是被迫的去做了这个事情。那自从我开始做班长以后呢，那么我的大学生涯呢就逐渐的偏离了技术宅的这样一个道路。我后来是学生会的部长，我们院报的主编，然后后来我自己呢也倒腾了很多东西，比如说我做过网络的电台，做过网络音乐的杂志等等之类的事情，然后做过很多的什么BBS 的版主什么之类的。然后逐渐的呢，我就发现，哎，我这个人呢还挺喜欢做学生工作的，很喜欢做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。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我就逐渐的和纯粹的这个技术男做程序员的这个道路呢，就是分开了。后来呢，我就通过考研去了北大念计算机专业的硕士，然后呢，我那段时间呢非常喜欢的一个概念叫 Web 2.0。Web 2.0就是现在大家熟知的什么博客呀、什么微博呀、什么这方面的这个内容，我当时非常喜欢。那我不仅喜欢，我还特别喜欢去研究。比如说，我特别喜欢研究这个网站为什么要做成这样，它为什么有这个功能，它服务什么人群，我应该怎么做。当时我还曾经在自己的 blog 上写了一个叫做豆瓣的产品分析。那我就是因为很喜欢豆瓣，所以我就去做豆瓣的这样一个分析。我就觉得，哎，这个很有趣。我呢把它放在了一个当时的叫 MSN Space 的地方。那现在小朋友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东西。那当年还是一个大家非常这个常用的一个博客软件。结果当时这个文章呢被一个当时的大 V 发现了，转载以后呢被当时奇虎360的 CEO 看到了。被 CEO 看到之后呢，他就跟我联系，他说：“哎，我觉得你很有做产品经理的
潜质，产品经理的潜质。这个时候我是第一次听说什么叫做产品经理，因为我以前都不知道。所以呢，跟他聊过以后呢，于是我当时就去七虎360做了产品经理的实习，做了一段时间。其实那个时候七虎360还很小，大概只有200人、300人的样子吧，非常非常小的。但后来他们现在做得非常成功了。所以我做了实习之后呢，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，因为我在大学里面其实经常做这种事儿，就是比如说管理一个社团呐、比如说带领一群人做报纸啊、做杂志啊等等之类的。所以说做产品经理很好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来决定做什么，让别人去干活，这个事儿我喜欢。所以呢，我大学毕业之后呢，就说，那我就决定跟其他的同学走不一样的道路，因为大部分北大计算机系的同学呢，都去做了程序员，而且都是很好的公司的非常棒的程序员。于是我就决定去找产品经理的工作。当时面试过很多公司，我面试过 Google 的 APM，我也面试过腾讯，面试过百度等等，但是我都挂了，我都挂了。那个时候毕竟自己还年轻，很多的东西知识储备、能力储备都还非常不足，非常不足。所以的话呢，其实当时也是内心非常的郁闷，明明知道有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但是呢，却没有能够去成为自己的一个职业。我还记得当时我去面百度的产品经理，面挂了以后呢，内心非常的伤痛，非常伤痛。我呢在宿舍里面用一个被子把自己卷起来，在被子里面这个哭泣。然后呢，就有一个同学呢来安慰我，安慰我。然后当时呢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就有点像是那种赌气一样，我就说，今天我失败了，以后我一定要超越自己，要超越自己。我不仅要在中国做产品经理，我还要去美国硅谷，去 Google 做产品经理。然后那个同学就开玩笑的说：“那你得很努力才行啊，你现在还差得很远呢。”但我想的话，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气话呢，就在我心中这个种下了种子，种下了种子。那么工作之后呢，我首先是加入了索尼公司的中国分部做营销。当时我基本上已经决定我要做跟管理、跟商业有关系的职能。当时我做产品经理失败，所以我就去做了营销，也就是 marketing，做了4年。当时我是在索尼的笔记本电脑部分，叫做 VAIO 这个品牌，那帮助呢这个 VAIO 的笔记本电脑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与销售。后来呢，我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还是想到说，我还是真的很想去成为一个产品经理，很想成为一个产品经理。那我怎么做呢？于是呢，我就做了非常多的调研，非常多调研。后来发现，如果我想去美国硅谷做产品经理，那去美国念 MBA 是一个不错的路径，是个不错路径。然后我就做了好的研究，然后我就说我要去。那当时我一决定要去，我就马上去书店买回来一大堆的书，包括怎么考 GMAT 呀、怎么申请啊等等之类的。总觉得我说，这个未来就怎么样呀，就近在咫尺了，就近在咫尺了。但是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过程中又充满了各种失败，充满了各种失败。当时我很想去的美国的学校，很多都没有录取我。当时我特别想去的2个学校，一个是西北大学的 Kellogg 商学院，一个是耶鲁大学的管理学院。最后 Kellogg 商学院把我拒绝了，而耶鲁大学的管理学院把我放在了 waiting list 上。最终呢，我都没有去成这些我特别心仪的学校，但是呢，有一个学校接纳了我，那么这个就是位于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，埃默里大学。那我也非常的感谢埃默里大学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，尤其是他录取我的时候，同时给了我许多的奖学金，我大概拿到了70%的学费的奖学金，那样我只需要付更少一部分的钱来读这个书，所以这个书读的性价比非常高，非常高。那我来读这个书之后呢，我呢是特别希望能够去做科技这块事情，但是由于这个学校呢是在亚特兰大，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，所以对我找西海岸硅谷的工作其实很不利。所以当时呢真的是费了很大的劲。在第1年找实习的时候，也是吃了非常多的亏，投了很多的简历，很多很多都是石沉大海，石沉大海。而且当时呢，我好不容易拿到了一个我非常心仪的公司，也是在科技行业很有影响力的公司呢，就是高通的 offer。当然，高通现在情况不太好，但当时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的公司。但是因为一些不可抗力，这个 offer 我最后居然没有能够去成，没有能够去成，所以当时整个暑假我的压力都非常大，非常大。后来呢，到第2年我来面试全职工作的时候呢，Google 的机会就出现了。那个时候我其实是比较激动的，
比较激动。当时我想法就是说，这个可能是我人生的 now or never 的机会。如果我不把握住这个机会的话，可能以后就再也没有了。然而，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没有先例的任务。什么叫没有先例呢？就是哪怕到现在为止，历史上每一届的 Emory 大学的 MBA 毕业生，不管是中国人、印度人、欧洲人、美国人，所有的历史上所有的 MBA 毕业生一毕业就进 Google 做产品经理的，历史上有几个人呢？目前就只有我一个。那在我之前，全美国的中国的 MBA， 就中国人到美国来留学念 MBA， 然后毕业之后一毕业就进 Google 做 PM 的，有几个呢？据我所知，在我之前也是没有的。所以我当时做了一个前无古人的事情，所以对我来说呢，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那一方面呢，我是有很多的努力和技巧在里面；另外一方面呢，也有一些运气的成分，努力、技巧加运气这样合在一起的成分。那我做到之后呢，我也非常愿意的去分享给我后面的一些朋友。所以在我进入 Google 做 PM 之后呢，我就做了很多的分享给后面几届的中国人的 MBA。那在我后面几届呢，还没有中国人的 MBA 去 Google，一毕业就去 Google 做产品经理。那么到17、18、19届就开始有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呢，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的 MBA 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当中来。因此，当时我费了很大的力气去准备这样的一个面试。我大概花了差不多有4个礼拜，说，我一定要把我最大的能力发挥出来，去准备这个面试。然后非常幸运的呢，我面试成功。然后呢，后来我就一直在 Google 做产品经理。然后在硅谷呢，这边我也认识了很多的朋友，很多是 MBA 的朋友，很多产品经理的朋友。我经常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做各种分享啊，各种讲座啊等等之类的。直到有一天呢，我觉得我的精力呢实在是有点不足，就是实在有太多人来找我，然后太多人去找我聊天，想向我学习，或者是想让我去做各种各样的演讲。那我就觉得说，那如果我精力不够的话，但是我脑海里还有很多的知识，包括关于产品经理，关于这个个人成长。那于是我就想说，那我开一个视频的频道吧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相信我可以给大家更多的一个分享，能够让更多的人受益。那么讲完了我的故事，那这个过程中，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？你呢有没有你想做的事情呢？你有你想做的事，你想去读的学位，你毕业之后想做的事情，对吧？每一个人都有，我有，你也有。就像当年我在宿舍里面把自己卷在被子里，说我今天失败了，但是我未来要做得更好，我将来要去硅谷做产品经理。那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过程中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有非常非常多的失败。我找工作失败，我去申请 MBA 也不能算太成功、太顺利。然后呢，去MBA 毕业的时候找工作，其实也受了非常多的苦，但是最终呢，我能达到我想做的事情。所以呢，这个里面我想告诉你，就是说，你如果有很想要的东西，很想做的事情，而这个事情还有点难的话，你可以记住这个事情。然后呢，不能期待这个事情太顺利，但是你要不断的去向这个想要去的方向去做。那么，在一个非常不顺利的过程中，最后你也许就有机会做到你想做的事情。好，那今天作为第一期节目呢，我们就到这里了。那以后呢，接下来我会有几期节目，主要是讲在硅谷做产品经理的一些方面的事情。然后逐渐的呢，我会讲到关于这个留学啊、求职啊、个人成长啊、企业管理等等之类的话题。如果你对这些话题有兴趣呢，请记得订阅。然后你对我的这个节目，如果你喜欢，请点赞。如果呢，你对我这个节目有什么问题，比如说你想知道一些什么，你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也许就会看到留言的问题的话呢，我就会把它摘出来，以后做一个节目，专门呢来进行一个回答，然后呢来分享给大家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